塔米正在和丈夫经历一段动荡的关系，因为她爱上了已婚同事布莱恩。出于各种考虑，塔米最终决定向丈夫坦白这一切。可是就在丈夫得知后没几天，她就毫无征兆地突然失踪了。警方在介入后，他们在一个偏僻的水坝附近发现了她冰冷的尸体。由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但是随着调查的深入，这起案件迎来了多次反转，两名最大的嫌疑人互相指责对方才是凶手，这一情况也超出了警方的预期。当警方在两名嫌疑人中举棋不定时，一封匿名举报信改变了事件的走向。举报人声称塔米的体内有凶手遗留的安全套，也就是这个发现让警方找到了破绽，最终抓获了真正的凶手。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南达科塔州。案件主人公塔米·伯恩斯出生于1964年6月15日，案发时41岁。塔米是家中的长女，她与两个妹妹在怀俄明州一个叫兰德的小镇出生，姐妹三人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塔米是个外向、热爱运动的女孩，她从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体育天赋。她在上高中时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排球队，她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在毕业的时候，她还拿到了体育特长生的奖学金。之后，她就读于当地一所体育学校，开启了她的大学生活。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塔米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以后的人生。她虽然很热爱家乡，但是相比之下，她更希望去城市里生活。于是仅仅过了2年后，她就提前结束了学业，去了大城市发展。她先后去了很多地方，也做过很多的工作，但是她最终决定在蒙大拿州比灵斯安顿下来。她来这里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她的妹妹就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刚刚安顿下来的塔米通过妹妹的介绍找到了一份销售的工作，这份工作对她来说非常适合，因为她很擅长与陌生人打交道。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她也很快适应了。外向友好的性格让她很快在这里交到了朋友，同时她还收获了爱情。在上班期间，她认识了同事布拉德。布拉德是本地的居民，他比塔米大5岁，他的性格与塔米截然相反。布拉德有些害羞，也不善于交际。或许是互补的个性更容易产生恋情的原因，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这段关系也得到了塔米家人的认可。布拉德没有不良嗜好，私生活也非常简单。塔米认为这就是他可以托付终生的人。于是两人在经过1年多的接触后，终于修成了正果。1992年6月6日，布拉德与塔米举办了婚礼，成为了夫妻。两人婚后的生活过得也非常融洽，他们彼此尊重，互相支持，是别人眼里的完美家庭。1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海莉。女儿的到来给这个幸福的家庭增添了很多欢乐。为了照顾女儿，塔米辞掉了工作，在家做起了家庭主妇。布拉德也担起了赚钱养家的任务。他为了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他又在沃尔玛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个家庭从此也走向了正轨。经过10多年的发展，布拉德的工作能力得到了领导的认可。这时他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领导希望他去南达科塔州担任管理职务。布拉德对这次机会非常珍惜，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可是塔米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10几年了，他在这里有很多亲戚和朋友。但是布拉德为了事业还是决定要搬家，他认为只要有能力，在哪里都可以过得很好。2004年，布拉德一家搬到了南达科塔州，他们购买了房产，给女儿找好了学校，这个家也算安顿了下来。自从搬家后，布拉德的工作变得更加忙碌了，他几乎没有一点个人时间，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女儿海莉也已经长大，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上课，即便是放学后，她也会与同学们在一起，这让塔米有了很多空闲的时间。他在这里人生地不熟，也没有什么朋友，甚至连个说话的都没有。于是他决定是时候找个工作了，这样一来可以减轻丈夫的压力，再一个还可以让自己忙起来，不再那么寂寞。于是他通过招聘信息在一家商场找到了工作。塔米很快适应了这份工作，他与同事们打得火热，同事们也很认可他，尤其是他的上司布莱恩。布莱恩是商场的经理，他对塔米在生活和工作上都非常照顾。由于塔米长时间得不到丈夫的关注，这时突然有个男人介入了她的生活，这让她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她既兴奋又感到不安。
但是最终还是感性战胜了理性。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他们越过了红线，两人的关系也从朋友变成了情人。这段关系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因为不仅塔米有家室，布莱恩也是一个已婚的男人。但是干柴烈火的两人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他们还是开启了一段不光彩的地下生活。不知道是塔米醒悟了，还是羞耻心战胜了他，在与布莱恩相处了几个月后，她突然决定要对丈夫坦白这一切。布莱恩非常反对这个决定，因为他很满意目前这种关系，他认为他们可以一直这样保持下去，没必要闹得家庭支离破碎。但是塔米还是下定了决心，他不管布莱恩会不会与妻子坦白，他首先要与丈夫谈一谈。于是在接下来的某天，塔米和布拉德说了这件事情。塔米说，他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直在和一个男人约会，他决定要与布拉德离婚。布拉德听到后整个人都懵了，昔日恩爱的妻子居然做出了这种事情。毫无防备的他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其实布拉德是不想离婚的，但是碍于妻子的坚持，他最终还是答应了。两人在协商好后，他们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女儿海莉。海莉当时已经12岁了，她很清楚父母之间的关系，虽然她很不情愿，但是父母的决定她也无法阻拦。就这样，虽然两人已经离婚了，但是塔米还和布拉德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几周后，时间来到了2006年2月8日，这是一个周一的早上。海莉起床后发现爸爸在给她做早餐，妈妈却没有在家。出于好奇，她问道：“妈妈去哪里了？”布拉德听到后平静地说道：“她的男友把她接走了，她过几天就会回来。”不知所以的海莉又迎来了另一个打击。她虽然知道父母已经离婚了，但是她并不知道妈妈又找了男朋友。正在她纳闷的时候，布拉德催促她赶紧吃早餐，不然上学就要迟到了。于是海莉在吃完早餐后，布拉德把她送到了学校，然后布拉德就去上班了。可是接下来的一通报警电话把这件事情带向了一个可怕的方向。这天10点左右，南达科塔州的警局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报警人称他叫布莱恩，是一家商场的经理，他店里的员工塔米缺席了今天的工作，他担心遇到了危险。接线员听到后还有些纳闷，仅仅是迟到了也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布莱恩接下来说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布莱恩说，他与塔米有一段不正当的关系，前几周她刚刚与丈夫坦白了这件事情，她担心她的丈夫会伤害她。听到这里，他们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他们要求布莱恩来警局做一下笔录。布莱恩在到达后，他对警方详细描述了他与塔米的这段关系以及他们家里的情况。警方在得知后，按照相关条例，他们有必要找塔米的丈夫布拉德了解一下情况。于是他们前往了沃尔玛，找到了布拉德。布拉德对警方的到来感到非常吃惊，他询问发生了什么。警方向他说明了这件事情。布拉德十分无辜地解释道，他的妻子昨晚就被男友接走了，他对妻子的去向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警方提出了去他们家看一下的要求，没想到布拉德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于是他们一行人来到了布拉德的家。在到达后，布拉德把钥匙递给了警方，但是还没等警方走到房间，他们就在车库有了发现。他们在车库的水泥地上发现了一些血迹，经过仔细观察后才发现血迹是从车门里渗出来的。随即警方打开了车门，这时一股漂白剂的味道扑面而来，他们立刻意识到出了大问题。虽然这时布拉德已经同意了警方检查他的房子，但是由于警方没有正式的搜查令，他们担心取证的合法性，于是他们终止了搜查。接下来他们把布拉德带回了警局。在审讯室里，布拉德对警方说道，他昨晚10点30分才下班回家，他在到家时妻子没有在家，于是他就上床睡觉了。大约在凌晨1点左右，他听到家门外有停车的声音，通过窗户他看到妻子把车停到了车道上，然后他上了一个人的车就离开了。他认为妻子是被男友接走了。他说他虽然知道妻子有外遇的事情，但是他并不知道她的男友是谁。出于这个目的，他准备出门看看，于是他开着妻子的车追了上去。可是汽车在半路发生了故障，他并没有追上那辆汽车。布拉德还说，他当时遇到了公路巡警，巡逻的警察上前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他谢绝了警方的帮助。他在修好了汽车后就直接回家了。警方对他的话表示怀疑，他们问起了塔米汽车上的血迹是哪里来的。布拉德说他也不清楚。与此同时，另一波警方前往了海莉的学校，他们在学校对海莉进行了询问。
海莉说，她昨晚回家的时候妈妈还在家，但是早上起床后妈妈就不在了。海莉还表示，她昨晚没有听到任何言语冲突，也没有听到打斗的声音。尽管布拉德的说法看似没有破绽，他的女儿也证实晚上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动静，但是警方还是认为布拉德似乎有所隐瞒。考虑到如果放他回家，他可能会清理掉家里的证据，于是警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们暂时拘留了布拉德。由于警方既没有发现尸体，也没有发现作案的凶器，拘留了布拉德意味着他们要马上找到相应的证据。后续警方获得了搜查令，他们对布拉德的家进行了仔细的检查。首先第一个检查的肯定是那辆汽车，警方在汽车里采集了血液样本，通过汽车内的血量分析，警方认为作案现场如果是在家的话，肯定会有明显的证据，于是警方进入了房间。可是奇怪的是，他们在房间内没有发现任何打斗的痕迹，房间的地毯和床上也没有血迹。警方前前后后检查了好几遍，仍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这时的警方心里有些没底了，他们怀疑难道抓错人了吗？这时警方突然想到，布拉德曾说过他在塔米失踪的当晚凌晨1点左右开车追了出去，并且他还在路上遇到了警察。于是他们拿走了汽车上的行车记录仪。通过行车记录仪上面的内容，警方确定了布拉德并没有撒谎，他当晚的活动轨迹以及和警察的对话都被记录了下来。调查到这里，警方意识到他们可能搞错了。那么既然不是布拉德干的，第二嫌疑人肯定是当时报警的布莱恩。虽然布莱恩第一时间通知了警方，但是他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摆脱嫌疑。布莱恩与塔米有不正当的关系，并且塔米还向丈夫坦白了这一切，那么布莱恩很有可能为了避免家庭遭到破坏而杀害了塔米。想到这里，塔米汽车上的血迹也似乎能解释通了，很有可能是布莱恩在杀害了塔米之后，又悄悄潜入了布拉德的家，然后他把塔米的血迹涂抹在了他的车上，他还做出了试图清理现场的假象，目的就是为了把罪名栽赃给布拉德。在得出了结论后，警方又找到了布莱恩。这时布莱恩聘请了律师，他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了警局。警方详细询问了他与塔米之间的关系，以及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间。布莱恩十分配合地对警方说出了详细的过程。他说最后一次见到塔米是在失踪当天的下午，他们在下班后先去了汽车旅馆，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旅馆过夜。他在下午5点左右把塔米送回了家，之后他就直接回家了。回家后他与妻子在家待了一整晚，他的妻子可以证实这一切。布莱恩的说法与布拉德的说法在时间上出现了不一致的地方，警方认为他们两人肯定有一人在撒谎，而且意图也非常明显，他们其中一人正在试图栽赃另外一个人。由于布莱恩说他在下午5点左右就回家了，于是警方找到了布莱恩的妻子。为了防止布莱恩的妻子做伪证，警方首先讲述了布莱恩与塔米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如果妻子知道丈夫在外面偷情，妻子肯定不会替丈夫说话。可是即便是这样，布莱恩的妻子还是对警方说，她确定布莱恩在下午5点左右就回家了，回家后他就再也没有出门。布莱恩的妻子证实了他的口供，如果他的说法是真实的，那么就可以排除布莱恩的作案嫌疑，因为根据时间线来看，他没有作案时间。这时之前在塔米汽车上采集到的血液样本也有了结果，经过分析后，他们得出了结论，血液来自于塔米。按照汽车上的血量分析，塔米很可能已经遇害了。调查到这里，警方意识到仅凭这些线索想要破案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首要任务是要先找到塔米的尸体。于是警方集结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开始寻找塔米的下落。他们动用了好几架直升机，在他们家附近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最终他们在一个水坝附近发现了塔米的尸体。当时塔米一丝不挂，身上有很多伤口，他的尸体没有刻意掩埋，而是被随意丢弃到了草堆里。由于周围没有血迹，警方判断这不是作案现场，更像是抛尸现场。随后塔米的尸体就被拉到了医院。经过法医鉴定，塔米死于利器刺伤，从伤口分析，这是一种非常愤怒的报复式手法。法医也尝试在塔米的尸体上提取 DNA， 但是他们在检查后并没有发现任何生物证据。虽然现在警方已经找到了塔米的尸体，但是并没有对案件的进展起到任何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警方陷入了两难的地步。丈夫布拉德的嫌疑最大，但是他们没有发现作案现场，也没有找到作案的凶器，想要定罪是非常困难的。布莱恩由于有妻子作证的不在场证明，所以警方也没有办法继续调查下去。考虑到这里，警方决定
他们还是要把调查的重点放到布拉德的家。他们认为塔米的身上有这么多的伤口，加上汽车上有那么多血迹，房间内肯定有遗漏的地方。于是他们决定再次对布拉德的家进行彻底搜查。这次他们做好了准备，警方在他们家做了卢米诺测试，这是一种现代化的侦破技术，这种方法可以鉴别出经过擦洗后的血迹。但是即便是这样，他们仍然找不到一丁点的血迹。面对这种情况，警方也确实有些沮丧了，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放弃，他们下定决心要找到任何可以说明这起案件的线索。于是他们又搜查了房间内的物品，果然他们有了新的收获。他们在一个衣橱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录音机，打开录音机的内容后，警方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录音机里有几十条录音，里面包含布拉德调试录音机时留下的声音，以及塔米打电话时的通话录音。虽然听不到电话对面的声音，但是从塔米的说话方式，警方也能猜出大概的内容。在打电话时，塔米曾经给商场的同事说让他找布莱恩接电话，也就是这条线索让警方相信布拉德肯定是通过这个录音机偷录塔米打电话来确定她男友的身份。这条线索也证实了布拉德说他不知道塔米男友身份的谎言。现在警方基本确定了凶手就是丈夫布拉德，但是在进一步确认之前，这起案件又迎来了一个疯狂的反转。警方突然收到了一封匿名的举报信，写信的人自称是布莱恩一个远房亲戚。这封信详细描述了犯罪的细节。信里说道，布莱恩曾经开着一辆带血的车回家，他说他和女友大吵了一架，他强行与女友发生了关系，然后杀害了她。这封信里还特别强调，布莱恩在实施这一行为时，他不小心把安全套遗留在了女友的体内。看到这里，警方都震惊了，他们赶紧联系了当时尸检的法医。经过确认，法医在之前的尸检中并没有发现安全套，于是警方又安排法医进行了第二次尸检，结果果然像举报信里写的那样，他们在塔米的体内取出了一个安全套。警方得到这条线索后，又把矛头指向了布莱恩，他们让法医进行了 DNA 鉴定，可惜 DNA 由于时间太久和被发现环境的原因已经遭到了破坏，他们无法提取到完整的 DNA 序列。这个结果也就意味着警方无法验证布莱恩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但是基于这条线索，他们还是对布莱恩进行了调查。当警方再次找到布莱恩时，布莱恩大喊冤枉，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他用过的安全套是被坏人利用了。他说他以前与塔米约会时，经常把车开到没人的地方，在结束以后，他就会把安全套随意丢弃到外面。他认为肯定是塔米的丈夫布拉德陷害他。看到布莱恩急切的样子后，警方也稍微减轻了对他的怀疑。从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确实是丈夫布拉德的嫌疑最大。可是说到这里，这封信到底是谁寄的呢？布拉德此时正在被警方拘留，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下，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写信或者寄信。想到这里，警方突然想起了第一次审讯时布拉德说过的话。在当时审讯时，布拉德反复强调他希望塔米被找到，在塔米的身上有能让他恢复自由的东西。也就是这条线索让警方相信匿名信一定是布拉德策划的。警方认为唯一有可能帮助他写信的人一定是他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于是警方调查了布拉德在拘留期间所有的通话以及探监记录。经过调查后发现，在布拉德入狱不久，他的亲兄弟就去看过他。因为当时监狱的会议室并没有安装监控和录音设备，所以警方并不知道他们在里面说了什么，但是直觉告诉他们布拉德的兄弟非常可疑。于是警方申请了搜查令，他们对布拉德的兄弟家进行了突击检查。当警方打开布拉德兄弟的汽车时，他们有了重要的发现。他们在汽车里找到了一个便签纸，上面草草几笔写了一个类似于提纲的东西，里面的内容和匿名信里提到几个重要的信息完全一致。于是警方对布拉德的兄弟进行了审讯。他的兄弟刚开始还是很嘴硬的，不肯说出任何事情，但是在被拘留后，他终于说出了真相。他说是哥哥布拉德指使他写了这封匿名信，信上的内容都是布拉德提供给他的。布拉德的兄弟还提供了另外一条线索，他说哥哥给他说过一个地方，但是他没有去看过。听到这里，警方提起了兴致，他们认为这个地点非常可疑。于是在经过交涉后，警方得到了这个地点的具体位置。警方对这里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经过长时间的搜索，最终得到了可以结案的证据。他们在草丛里发现了3个黑色的垃圾袋，打开后里面有一块防水垫、一个枕头，还有几条毛毯。
这些物品无一例外都沾了大量的血迹。经过血迹分析，他们确定了物证上的血迹来自于塔米。截止到现在，警方已经掌握了全部的线索，他们对案件进行了梳理。警方推测，塔米在告诉布拉德出轨的消息后，他因爱生恨，准备实施报复。由于他不知道塔米出轨对象的身份，于是他设下了圈套，通过录音机录下了塔米的通话。在得到男友的身份后，他跟踪了两人的活动，也就是像布莱恩说的那样，他经常在野外约会时把使用过的安全套随意丢弃在车外，这也让布拉德获得了他认为可以摆脱嫌疑的东西。之后，布拉德趁塔米不在家的时候，把床垫上铺上了一层防水垫，然后他又恢复了床上原有的样子，这样塔米就无法察觉到防水垫的存在。在等塔米睡着后，他用毛毯盖在了他的身上，然后用刀刺死了他。由于床垫上有防水垫，上面又有毛毯，所以警方在他们家没有发现任何血迹。在杀害了塔米后，他用防水垫把塔米卷了起来，放在了车上，然后他开车20公里，把他丢弃在了水坝旁的草丛里。之后他又把捡来的布莱恩用过的安全套塞入了塔米的体内。他并没有掩埋尸体，因为他早就做好了打算，他要报复妻子和她的男朋友。案件进行到这里，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警方也已经掌握了充足的人证和物证。于是在2007年1月，布拉德被起诉到了法院。在法庭上，布拉德做了最后的抗争，他声称是女儿海莉杀害了妻子塔米。他说在半夜他听到了一些噪音，于是他下楼来到了塔米的卧室。当时他看到女儿海莉正拿着一把刀站在妻子塔米的身边，当时塔米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他出于保护女儿的目的才做了这一切。他狡辩说，女儿海莉当时正处于某种紧张的精神状态，他事后完全不知道他当时做了什么。对于这种说法，陪审团是根本不可能相信的。在经过3个小时的商讨后，他们做出了裁定。最终布拉德因1级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他将在南达科塔州的监狱里度过他的余生。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咱们下期节目见。